大家好，我们是大中文。为什么要这么浮夸？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哦。我们其实一直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大树中文？好久，一年不止一年得1年半了吧？1年半，我对，都不记得了。对，不知不觉啊，100集，今天是第100集，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但要浮夸，还要超浮夸。时光荏苒，我们岁月如梭，100集。对，我们今天就不邀请来宾了啊，今天是我们3位大叔的主场。我们今天呢，这100集来，当然也要谢谢很多同学们跟中文学习者的支持啊，让我们大叔中文茁壮到今天，发展的还不错耶。就是我觉得，收入也有了，然后名气也有了，小网红，3位大叔是小网红，然后中文界里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吗？那必须没有，是不是？小有名气啊，小有名气。那今天为了回馈各位同学，这100集就奉献给大家，怎么说呢？怎么奉献呢？怎么奉献？就是我们会做一期特别节目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在网上去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做 Q&A 啊，我们来回答同学们的这个提问。那一会儿呢，大叔们就要告诉我一个数字，然后我把这个题目抽出来给大家念一下，题目是什么，然后我们3个都要回答。笨叔精心给我们准备了好多问题类，都是搜集来的问题啊。好的，从1到20号，因为很多问题是重复的，我发现，就最后总结完了之后是大概20个问题，挑出20个最有价值的问题。那这样灿叔你是我们的发起人嘛？最早的发起人，那由灿叔选一个幸运号码。我想一下，3吧，刚好对应我们3个人。3，好。到目前为止，您们最喜欢制作的哪一集播客？这个同学叫 Jorge Gongalo， 应该是这个西班牙语的名字。你在念哪一国的名字？什么 Gagego？ 我们的字幕同学会当场阵亡的，你这是什么字？对，不要念太难的名字。好的，George， 可能 George 好了，好 George。所以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觉得我们制作过的这些视频里边印象最深的一期，前99期里边。好，灿叔，印象最深的一期啊，我这个人是爱财如命的，就是我发现我们有一期啊，就专门讲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省钱，那么喜欢钱，或者这么爱省钱，对吧？这么爱存钱，对。而且关于钱这一期，我发现这一期YouTube 对我们特别的眷恋不是眷顾推。我觉得 YouTube 也知道大家都喜欢钱，对呀，推了特别多人，给我们带来特别多的观众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嘛，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然后传播。这是我们点击率第1的视频，对，已经给我们带来1500左右粉丝这一集。当然1500个订阅了。我是特别喜欢这一期的。我是觉得因为那一期灿叔很坏，他放了我一张就是笑的特别那个封面那个照片，对，就是很狰狞的那个脸。有可能。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人很多人是看那个封面点进来的。对，这3人怎么笑成这样？对，至于吗？什么至于吗？收到钱，瞧你们中国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集呢，我这个人视八卦如命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集，我记得有一集我们聊同一期，我们聊到应该可能是同一集，我们聊到学生，对不对？我们教过的学生有没有一些很奇怪的情况？所以呢，我记得Ben叔说的那一集就是他有一位女学生把脚都跨到他的身上去了，所以这集我觉得蛮夸张的一期，对，被学生们性骚扰的一集，然后我也分享一个吧，还是很多学生。那时候一个那时候还比较有颜值
现在都没人骚扰我了。现在想没有人跨上去了啊。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讲到我的学生会抠脚皮，还会拿起来吃，这样印象太深刻啊。大家说有味道的一期啊，太重口味了那期。我觉得那一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反响也蛮大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教过这么多学生哦，其实各类的学生都有啊，都其实让我们的这个教学生涯变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那集我印象最深刻了。那变叔呢？变叔嘞，竟然跟你们两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我这期其实是有嘉宾的哦，然后这个嘉宾呢，就是我们之前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一般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采访了很多嘉宾，就基本上有一个录制的套路了。但是这个嘉宾来了以后，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以后，我们就已经就是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抛到一边了，就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里了。你们两个还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嘉宾吗？这种嘉宾也不少啊，对啊，男的女的，给个提示。对，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女嘉宾中国人吗？是那个，是那个西班牙那个，是不是？对，那个就是他，孙雅秀，他到对，他到那个澎湖就是他嫁到澎湖去，然后他讲了他学习中文的历程，很辛苦。美国朗那个是不是？就完全就是开始就想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一会儿要问那个问题，但是他一开始讲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在西班牙的海边，然后一艘大船过来，整个就好像一本书被翻开了，对，就整个就沉浸在那个画面感里，在台湾的生活。然后就跟着一个台湾人就到了澎湖去，然后面对婆婆，然后哇，对，那个故事真的很像电影说，就是对啊。然后后来又回国之后又找了第二个丈夫，然后第三个丈夫其实都是中国人，是吧？果然我们很八卦。然后就在西班牙的餐馆打工，后来有人发现他中文很好，就请他去教中文，慢慢就变成了大学的讲师了。不是，请他去，好像是去警察局吧，翻译，法院还是警察做翻译？对，警察请他去法院做翻译，就开启了他教中文的路。对，因为警察发现他会中文，就说，哎，你快来帮我们翻译一下，然后就从那个自己的小买卖，然后转到这个中文的这个教学方面。人生真的后来又去大学传奇教中文。这个真的可以拍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跟他说，这部电影可以，这个你的人生真的可以拍成电影。不是说侯孝贤的本来想拍他的故事吗？对，让他写剧本。对，所以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觉得这个就是你听不够他的故事，就很生动，然后他讲的那个方式也是真的就特别吸引我。记得那一期我们聊了1个半小时吧，也是录制时间最长的一期。是的，对，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记得他当初是毛遂自荐的，对对，他说我可以上大树中文，然后我们还在想，对，我们一开始对有些毛遂自荐同学还是抱着这个怀疑的这个心态，对，怀疑，这个故事精彩吗？不过我们最后真的是收获满满，对，那期我真的超爱，真的，真的。对，没想到我们喜欢的播客是不一样的技术不错啊，大家问题很好。看过这几集的这个朋友一定可以找回来看一下，回去找，真的很精彩，回去找。我们讲的这3集都很精彩，链接放在底下啊，笨叔麻烦你啊，对，好啊。那茶叔你来选一个号码吧，来选我的幸运号码，来9号，9号，9号我来看一下。所以9号的问题来自尼可我们的德国的同学尼可。尼可说这个其实有讲过，但是我们有新朋友嘛，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再聊一下。我已经可以猜出问题了。尼可说我很好奇大叔们具体的是怎么认识彼此的，怎么开始合作与决定一起经营大叔的。还有一个叫 Snowy Summer 的同学跟尼可都问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从
对对，那我们就请灿叔，你算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哦。来，你来讲一下吧。你是怎么跟我们认识的？怎么跟你认识的？其实我最早应该是先知道茶叔，就是刷，哎，这有一个人，这个中年男人长得也一般，竟然在教中文，和我撞赛道了啊。后来对，后来其实我是发现他那个笨叔在这个茶书上做直播，然后连着出镜了2期。聊了3个小时吧，太能聊了，这个人聊了4期吧，我那个故事人生故事还做了4期，对。然后我就真的就听完了，我当时觉得这个直播的形式很有意思啊，而且这个人也挺有意思。这2个人，那你就往前推，那我就往前推了。我也是，我是在网上就发现，哎，突然有中文老师做直播了，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形式。然后我看茶叔直播看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发现茶叔开始邀请嘉宾了所以我在想，哎，我也在开始做频道，这个茶叔有好多粉丝，我可以曝光一下，吸点粉然后就给茶叔发了私信，在那个就在某一次发私信之前，就在某一次笨叔就在我的直播上面就直播间互动有，对互动了一下，我说这个好像也是中文老师这个刷存在感嘛，哎对，我就开始认识他了，后来就开始有联络了，这样对。本来是想录1期，结果发现1期只讲了一点故事，然后就录了4期当时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要么认识，要么留言，要么怎么样。笨叔我认识他也是因为他在我一个视频底下留言他在刷存在感那时候我还是挺想火的，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媒体就想怎么搞一点流量刷存在感。刚好我们2个粉丝比他多对，就是这样。我记得笨叔，因为我访问完笨叔嘛，笨叔就传了一个私信跟我讲说，有一位叫李灿的老师想要上我的节目，对不对？对，你灿叔联系我了，然后我就联系茶叔。其实我一开始只是客气一下，我因为从来没有上过直播。我就说呀，我觉得挺好，我看你的节目怎么，我具体说什么忘了。后来我就说随便很客气说了一下，中国人们就是这样嘛。我说那你下次也可以让茶叔邀请一下我上他的节目。我不想，我从来没想过这东西会有下文我可能想笨叔也就客气。我是比较认真的，你这么说我肯定就去牵线。想不到很快就牵线了，然后我就上了茶叔的节目，就这样认识了。对，然后后来好像我们就彼此没有联系了一段时间。对，后来我又邀请你们2个上我的节目了嘛，上我的直播有，聊了一下怎么中国男人是怎么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之类的，这么世俗的问题。对，后来反正就是这样，时断时续的有联系，就是或者互相评论一下等等，也没有说要怎么样，就是其实是某一天我突然觉得，看到有几个外国小伙子，他们做这个播客挺有意思，我就想，我们其实我能不能也做这么一个播客能不能找几个中文老师？我觉得，因为之前和你们聊过，觉得气场挺接近的，就是聊的话题其实也挺顺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发现diss 一下同行们，有些人做的播客太尴尬了。太干了，就是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你问一个人，他说我有自己的播客，就有播客的人也太多了，也是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播客和3个人的播客不一样，3个人互动然后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强项，然后这个氛围很快就调动起来。比如说一个卡壳，另外马上就接下去。我觉得嘉宾到我们节目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停顿的时间让他去思考，就是这样一浪接一浪，就是这样。后来就开始做起来了。因为一开始我是觉得可能我们本身都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所以大叔其实起来比较快，很快第1期其实就已经火了，很多人都挺喜欢这个形式，也特别喜欢我们这个3位大叔儿。你是怎么想到澡堂这个话题的？因为播客可以取那么多话题，然后灿叔来第一集我们就录这个东北澡堂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是专门喜欢这种比较你也知道有内涵的话题，有吸引力的主题，就跟你的生活完全没关，挑一个东北的澡堂。我记得我主要可能因为是你的关系，
因为你是东北人嘛，我以前看过一个梗嘛，就是说南方人在东北澡堂是怎么样，北方人都是全部脱光，南方人一般情况下不习惯啊。我就想刚好一个南方视角，一个北方视角，刚好还有查出这个台湾视角啊，三个刚好凑在一块儿，这个话题应该会聊起来比较有意思啊。当时是比较严肃的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我记得当初灿叔邀请我们的时候啦，我个人抱着是觉得不可能会红，对，可能3个月就不了了之了，面子上又过不去，对吗？就各分东西了，也不是面子上过不去，就觉得说就反正都邀请了，玩一玩，对，反正迟早也会倒，反正我是不是写了一个特别长的信息，分别发给你们2个？对，好像是，对，有，啥？我忘了，记性不好。我知道，就是灿叔发的那篇是真的是算很真诚的邀请。不过你一般发什么都是很长，对，有时候对。然后我就直接看重点，就是我们一起做一个频道这样，然后就说，我那时候其实是觉得可以试试看了，但是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很低。对啊，因为3个男老师谁要看？然后而且也觉得说那个时候啊，中文教学是很竞争的，很多美丽的女老师环伺在旁竞争，然后群狼环伺，群狼环伺。那我们3位大叔很难冲出这个升天，所以我觉得成功的几率不大了。突然我想起来了，对，因为灿叔那个很长的文字里边，我觉得打动我的是说，我有时间我来剪辑，然后好像说你们只需要过来聊天就好，然后我来做这个字幕啊，这些什么都是他弄。我想，那我就过去聊个天就可以。我是知道怎么去说服别人的，就一定让你们任何的麻烦都不需要出，只要你们跟我聊个天就行了，这样才能推进嘛，对不对？这个的确也是吸引我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只要去聊个天说个话就可以了，那就试试看吧，反正说实话也没什么损失。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大叔刚开始做的时候1个礼拜只需要做1次播客，所以其实是很轻松的。现在这么辛苦，每天都有活。现在大叔我们1个礼拜至少要录3到4天，基本每天都有节目了，好像啊，基本每天基本都有节目。每天都有要聊的，然后还有要做的，现在还有很多 solo 的视频，所以因为现在大叔越做越有规模了所以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对不过我觉得是享受的，我觉得因为看到做的东西被大家喜欢嘛，在成长，所以是有动力的做一些都愿意，都无所谓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速度能回答几个问题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做第100集 Part 2。而且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大叔的话，我的人生规划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我本来的人生规划是我的频道的收入，再加上我可能做3到4个私教课，然后维持我的生活。我就这样终老一生，收入是可以的，我就不需要太烦恼收入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了大叔，现在不教课了，就都是大叔和自己频道。现在就是我的收入加上大叔的收入，基本上省一点，我的生活可以很自给自足。然后另外就是我要不要兼私教课，就变成是一个比较有选择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做大叔也一定程度的改变了我未来的生涯规划。未来我可能老了，大叔跟我的频道其实就可以维持我的基本生活。对，所以我倒觉得大叔也改变了我蛮多人生的规划，对，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叔发展到现在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一开始没有想过，只是想着，我当时确实是抱着试一试看的态度，就是想着做一下，反正没啥损失。万一做不出去也就做不出去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做东西喜欢尝试各种东西，失败就失败就算了啊，最多大家不联系，没那么惨吧？不至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化学反应，就感觉就一直能聊下去，就是如果不喊暂停的话，就总能一直聊。我跟你说，这集要是不喊暂停，能给你录2个小时。对，而且我们开始录之前就已经聊半个点了，已经。
而且我觉得我们3位的虽然都是中文老师，可是我们的专长不同，对，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有互补的效果。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的配合也很好，我们不会去计较那个钱啦，谁分配怎么样，我觉得都不会。我觉得只要我们运作的顺利，我们其他事情我们都不会太计较。对。然后我们是从做大叔中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因为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同学跟来宾，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算是改变了我们人生跟看事情的角度，这是真的蛮棒的。好，下一个问题吧，灿叔你选，因为我问题我都看过了，所以就你们2个选，我读。我选世俗一些吧，选个8，发8是吗？我看一下啊，发。好，我怎么想都是钱的事。8还真是个比较世俗的问题啊。白兰同学说，给大叔们送巧克力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怎么送关键是就是白兰要送巧克力给我们。白兰是哪里的同学？可以啊，好像茶叔一直有同学给你寄礼物。白兰我有遇过，我有跟他聊过，他有来过台湾啊。他是哪里的？对啊。我真忘了耶，他的我记得他在瑞士工作，但是他住在非洲北非的哪一个国家我忘记了，利比亚旁边。忘了。他要给我们寄非洲的巧克力吗？应该是从瑞士寄来吧。瑞士巧克力多有名啊，很好吃那我觉得你们2个可以留地址，因为我这个租的房子，所以我怕我今天留地址以后换了大家再寄过来，再寄丢了。我们这么认真吗？你们要是有固定地址可以吧？重点是白兰同学，你这个是一个问题而已，还是认真的，还是只是问一个问题？巧克力可以吗？可以，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要寄。对呀，我们心意收到了，那巧克力比较麻烦，就寄起来。对，不用啦白兰，你只要喜欢我们的课，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了。对，所以因为白兰一直有支持我的频道，也很支持大叔中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意我们收到了但是不要让你破费了。可能但我们以后可能会出这个大叔的什么纪念品周边产品嘛，周边啊，推广让他买 T 恤啊，对吧？什么的。这边我们可以问一下同学啦，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出大叔马克杯或者大叔商是吗？大叔 T 恤你们敢穿吗？然后。对，大叔的周边产品。如果同学们这个留言的话，我会在同学们中抽一个人，我可以写一个明信片寄过去啊什么的。这个礼物不错啊，这个礼物不错可以。对。或者同学们你们就留言，你们要哪一位大叔的明信片？对。然后我们就寄给你。结果没人要我的。我们会用中文写一些话给你们。对。但是我们是抽的，不是每个人留言都有你们尽量留言，然后我们抽。或许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啦，每个人都可以也不错。只是说你们要告诉我们3位大叔分一分应该还好。对。可能就3个人留言嘛，我们就各寄一张就好了。对发到我们邮箱吧。我觉得那个大叔 Mandarin。no， 大叔 Chinese@gmail.com 啊，大叔 Chinese。没有，当时我申请的时候，笨叔他们还是要留言因为留言可以增加算法嘛，对不对？增加我们算法。对。要先留言，然后呢，另外再寄你们的 email。好的，对。我们会那个在社群告诉大家谁抽中了。对，好，或者是人人有奖也不一定我们看人数但你要先告诉我们你要哪一位大叔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写的中文字对，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奖品不错耶。对啊，还没有收过我都没有收过灿叔或笨叔的明信片，我太嫉妒了。我寄的时候互相再给你俩一人寄一张。对，各寄一张对，好，那茶叔下一个。我们3号、8号和9号已经被选了。好，我选19。19 19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让学生们对中文更喜欢、更有兴趣的学习？这个是来自 Mary 我们的这个会员小鲜肉 Mary，印尼的
同学，对，Mary 啊，问题好你看严肃我们现在做的东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吗？做大叔中文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学习中文。而且以前只有播客，现在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 solo 啊，有我们3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 solo 的不一样的主题。对啊，无论你想学新闻、讨论政治，或者是学日常生活用语，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而且直播的话，1周3次都是不同的主题。星期一的话，我和茶叔会聊一些中国相关的或中文相关的一些东西，中国文化方面的。对，星期4的话，大家可以和我们聊天。星期5的话，茶叔和笨叔会聊中文学习方面的东西，就是一个线上的中文课啊这样的。对，然后我们还有短视频，短视频每周至少有1次。然后我们3位大叔都有 solo。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更？对啊，你们还更做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啊？跪下来求求大家好好学习中文。对，好，那再来一轮，最后一轮。那最后一个吧。好，最后一轮了，灿叔来。11是吗？好啊。大叔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不是跟现在的很不一样？这个 Snowy Summer 问的。哇，这个问题有点难呢。没有想过啊。来，灿叔有吗？直接抛给我了。有，灿叔有，他说过以前他觉得我比较那个让我说完，浮夸。这是我的话。让灿叔说，不要把话头抢走啊！对，让灿叔说。我要和有一些没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同学们再说一遍啊。最早对笨叔这个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微博上吐槽，不是微博上，在这个 YouTube 上刷到啊，这个人这个老师怎么这么浮夸的样子？这些你看这些还有这个动作。对，很多肢体语言啊，就一看就不是我的菜啊！一看我肯定不会喜欢这个老师的。后来想不到，后来想不到，真的竟然合作了，发现确实和一开始的这个第一印象完全不一样。他真的，第一印象给我感觉酷酷的、屌屌的、装装的，真的这几个字很贴切。我第一感觉装的。装的，没有，是很憨憨的了。对，其实本身确实人是很憨憨的，然后很正直啊，很善良啊，而且又很细致啊，真的夸不完呢啊，这个这个太多了。今天是夸奖大赛吗？本来想吐槽的，不吐槽了。茶叔，所以灿叔说完变叔，灿叔说完变叔要再说我吗？还是不用？要说也说啊，也要说一下，也要说完，然后你再说，然后再笨叔说嘛，轮一轮。茶叔我刚才也说了一下嘛，就是一开始刷到的时候，觉得这个老师是我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啊，和我一样老啊，跟你一样老竞争对手。最主要是看的和我一样有文化，不行，我不能在这个同一个赛道上遇到同样的差不多的人，想办法把他干掉，把他干掉。其实还好了，整体因为茶叔的面相其实整体是比较的温和的，我说实话看的比较温和。其实和我接触下来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呢，茶叔有一点让我觉得是比较的，让我后面接触之后笨叔心里不舒服，为什么你对他没有吐槽？就茶叔让我接触之后，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他比较温和啊，就是感觉很好说话这种状态。后面我发现茶叔特别能拿事儿，不知道这个词儿很多同学什么叫拿事儿？能拿事儿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做决断，就是能，而且想事情比较周到。其实我是一个想法特别多的人，我有很多庞杂的乱七八糟的想法，这个时候我会想出来就分享给你们2个去看去想，然后呢希望你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基本上笨叔能提供一些角度，特别是关于这个特别中文教学方面，笨叔的角度比较精到，对。但是关于别的方面还好啊，就是对，就是我真的对，除了教学我真的对茶叔的话，其实每回给我的这个意见让我觉得都特别受用，就是他能看到你这些想法里头有些好的地方，也看到不好的地方，他最后一个总结性的归纳性的，甚至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引入之后，我觉得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就是这样，他就所以说我觉得
更像我们三个这个定海神针吧，这种状态。对，虽然我是发起，但是我觉得，对，就是真正应该这个支柱还是他，就是真正的这个符合我对你们两个的那个印象。啥？就是我开始觉得灿叔是比较稳重的那种，但最后我发现灿叔是比较冲动、比较有主意的那种，就是想法很多的。对对。然后茶叔是给我那个就是比较那个。比如书生气比较浓的那种感觉开始，但反而最后我发现茶叔是很那个很搞笑，有很多那个古灵精怪的一面，我觉得茶叔有。是的。然后就是茶叔真的是给我后期就是特别稳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心里没底，茶叔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们两个有时候讨论没事，讨论感觉讨论不下去的时候，就说等茶叔来看一下，看他是怎么想的，对，就会这样。对，其实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说三位大叔个性有一点互补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叔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原因啊。所以像Ben叔，我一开始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个教学很认真的老师，然后个性上我也觉得他很活泼，因为大家看那个很浮夸的，有没有拿着那个扇子，穿个一个那个书生的那个袍，有没有啊？那看起来很张扬这样啊。咱们俩看同样东西，现在想法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会觉得我一开始对Ben叔的感觉是，这个老师在教学上很有创意，然后应该会给学生很不一样的学习中文的感受。那当然这个感受一直都没有变，但是跟Ben叔接触久了之后，会发现Ben叔做事情会特别细腻啊，特别在他是我们的财务大臣啊，就是像这个大书里面所有的收入支出这个发薪水啊，都是由Ben叔来处理，而且我们都我跟灿叔都非常非常放心所以我对Ben叔的感觉是，其实他处事上特别精细，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Ben叔是一个希望周到的人，每个人都感觉到被照顾到，所以这个也体现在Ben叔做事情的方面，所以他在讲话方面啦，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叔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会请Ben叔去联系这个嘉宾，这个也都是Ben叔来帮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Ben叔在乎别人的心情方面，对，会特别细腻，然后会特别去体察这个人开心还是不开心，对，可不可以聊，可不可以上节目，这个我觉得Ben叔特别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就不能由灿叔来做，不行，这个就导致我跟很多人交流的时候比较累，因为我考虑太多对方想法，但跟你们两个的话，我就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啊，当然也考虑你们想法，但是就是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多压力，有时候去请嘉宾，我觉得就感觉这个人的性格不太好聊，对，不容易。我觉得Ben叔在大叔里面有一些对，不举了，这不行，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跟灿叔都很放心，让Ben叔去联系嘉宾，因为我们知道他会面面俱到，八面玲珑去找这些嘉宾。真的吗？就是面面俱到啊，就是感觉是不只找得到嘉宾，而且呢，嘉宾的相关的信息也都会提供给我们，所以这方面不管在这个财务方面或邀请嘉宾方面，我觉得这个Ben叔算是比较周到，然后也比较可以去算是察言观色吧。所以这方面我们交给Ben叔处理都会很放心。那灿叔的话，我觉得我对灿叔一开始的印象比较严肃，对，就是不苟言笑，然后可能就是对，就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看视频，还没有真的相处很多次的时候，然后觉得灿叔特别喜欢文学、政治。还有可能社会文化这些层面的事情，这些在他的频道都可以体现得出来。那真的跟灿叔接触之后，我觉得当然这些印象也都没有改变灿叔真的会比较喜欢接触文学啦，然后包括政治经济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接触灿叔之后，我觉得最大让我感受的不同就是灿叔的想法非常多样化，而且不吝于提出来分享给我们。不管可行性怎么样，我个人是这样啦，我很喜欢听
其他人的 idea 跟想法。对，所以我会特别喜欢灿叔这种方式。有的人有些想法他不讲，但我觉得你分享出来，我们都可以讨论。我特别讨论以后就对更清晰了。因为我不得不说，大叔有很多现在比较新形态的单元，都是灿叔的想法，都是灿叔的 idea。然后我们做出来的确也成功了，但是失败了也很多了啊。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灿叔算是我们3位大叔里面算是主要是这个发想跟这个给我们 idea 的人，源源不绝的提供想法的人。而这个我觉得对于做一个频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对，因为如果一个频道都没有创意，你看其他那些老师的频道啊，没什么创意就是但是我们的频道真的我们不要得罪人还知道给他戳人家一刀这样在背后戳人家一刀。可是我觉得大叔中文一直好像一个善变的一个精灵的感觉。对对对，我们不断的在变化，然后不断的在给精灵，不是妖妇精灵，一个不断在变化的精灵。然后每一次都可以呈现给同学们不一样的面貌。所以同学们常常发现大叔的单元为什么不断在变化，因为我们只要觉得有哪一些新的单元，我们都很勇敢的去做。那这些勇敢的行为的背后，当然需要有一个给我们想法的人。我觉得灿叔在我们3个里面算是负责很多，因为我觉得灿叔也会常常去看各个不同的频道，然后去比较一下这个方式适不适合大叔。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灿叔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好互补啊！你这么讲完我就觉得超互补嘞，好不好？对啊，就觉得对不对？刚好3个大叔各有所长，然后我们在中文上的专业也都各有不同，所以我觉得大叔就是一个很互补的一个频道。对对，这个我真的觉得别的频道完全学不来。对。还有就是我们3位又是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而且不同的很彻底，台湾西安北方南方，然后又有国外的这个。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组合我觉得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不会再有第二个。对啊，有国外的观点，有这个大陆的观点，台湾的观点，确实是就很有意思。3种口音又是。希望大家不止来大叔中文是学中文，也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文化。我们3个人也有各自不同的意见跟想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3位这个频道真的是很独特啦。自己这样讲很不要脸。好，我们3位大叔真的要很感谢大家。对，那当然今天也谢谢大家的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反省我们自己，然后审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像今天听你们2位大叔说的这些事情，有些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很少有这个机会能够反过来省思自己这1年半做了什么，对大家真的有没有好处，然后对我们3位大叔自己有没有成长。最后真的感谢各位同学这么支持我们。有的同学真的从我们第1集支持到现在。对，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也只有感恩，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做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各位同学的。那也希望大家不离不弃的支持我们。对，那最后呢，我们当然再讲一下大家只要在下面留言之后那我们会这个用抽的吧用抽的对，抽到的话你留言说你喜欢哪一个大叔给你写明信片。如果有机会你被我们抽到了，你真的就会收到这位大叔的明信片，上面还有我们亲自写的字可以吗？大家都可以了可以。那所以好有意义，我觉得今天对很有意义所以这个今天100集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个福利可以亲手拿到我们做的明信片好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咯，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感谢就订阅我们频道的16000个小伙伴们好快就谢谢大家。对，那我们下一个第200期的时候还会再我们要看到10万人我们必须看到10万人，我们才做对，不然就没有喽好，那就今天谢谢大家了我们100集的这个特别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好，大家再见喽，下次见，拜拜。